欢迎收看今天这一期泰哥大 house， 因为今儿的这一套是真的大 house， 这是在北京已经绝版的独栋别墅，新房还是现房？来，跟着泰哥体验一天有钱人的生活。北京昌平天石玉汤山 ，Let's go！这就是咱们这套房子的门口了，这是入户门。记住啊，凡是独立的 house， 除了自己家房子本身有一个门之外，你们家院子也是要有门的。像这个是走人的，这个是走车的，并且啊都是电动。走，咱们跟着进来。嚯，一进来眼前就是一个巨大的前院，真的非常开阔。当然了，你要有自己的设计，还要给自己的车库考虑。从这个电动的车库门进来，可以停1辆、2辆、3辆，甚至4辆。当然了，如果你不挡着邻居，停在门外头也是可以的。大家记住啊，这种独立的 house 一定是不人车分流的，一定是自己开车从小道直接扎到自己家院子或者车库，才是纯种的独立别墅。进来我们就看到这栋房子的外立面了，是一个减法式的风格，乳白色的墙体加上灰色的屋顶。当然了，它侧面还保留了这套房子以前原装的托斯卡纳风格。我们看到了托斯卡纳的石砖在侧面其实你到了南法就发现法式也有这样去做搭配的，看着倒不是很突兀。你可以理解，每套房子的外立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这套房子的院子算是比较大的一套了，它的院子就有700平米，超过了1亩地。然后算上它的房产的基座，整个占地面积大概930多平方，大约1.5亩地的样子。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宽阔的前院，非常长条的侧院，还有一个私密性更强的后院。这儿就是这套房子入户门的位置。在进去之前，再跟大家概括总结汇报一下这套房子有660平，有5个房间、5个厅、7个卫生间，还有自家的温泉和桑拿房，屌不屌？它的报价是3699万。走，咱们进去看一看。进来，嚯，一个10平米的玄关门厅，是别墅该有的样子。这边换鞋凳，一个装饰屏风，这边不出意外，玄关储物空间，甚至还有一个带窗户的明的玄关摆台，规制非常的高。正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弧形的白色旋转楼梯，搭配这种无边框的弧形的玻璃护栏，颜值非常的高。在它旁边的是一个2层楼高的装饰艺术吊灯，是这种水晶的羽毛的形状，像漫天的羽毛散落下来。下边还有一个黑色的石头雕塑接着，这个石头雕塑像一个圆形的深邃的湖面，波光粼粼，接住这个满天散落的羽毛。一进门就这种艺术的主题的气息，一下子就奠定了整套房屋的调性。我们看这种工区的装修是最简单的白色，但它是这种比较有质感的白色的壁布，然后整个它的形状有很多的弧形，包括装饰柱1、装饰柱2，还有这个漂亮的弧形楼梯，吊顶也是弧形的，整体非常的搭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这个家族的茶室，你可以是茶室，也可以是书房，也可以是会议室，都可以。这套房间所在的位置也非常不错，两面采光，外边是自己非常私密的庭院，安静的不得了。穿过来，这边有一个大厅，甚至能一分为二。我喜欢这边的部分，因为它能两面采光。这边还有一个门能出去。外边就是自家私密的后院美加澳的家里的 house 喜欢用这个私密的后院做游泳池BBQ凉亭特别的惬意。然后这个客厅由于太长了我觉得一分为二比较好。这边能挂电视墙，那边还可以挂尤其是这边，你说明年世界杯开始了，这边支一个大电视看世界杯，
这边门一开，是不是特别爽？另一侧是房子的另一个分区，这边适合围坐电视，这边适合围坐一圈。看这个角，你就发现别墅啊是不一样啊。刚需房喜欢哪儿都摆得满满的，不是摆柜子就是放东西。那么别墅这边一个倒挂的装饰壁炉，这边一个装饰壁龛，还有一个挂画，它用一个不算小的角落来提升房子的艺术性。一层的另一半，这边有一个户内电梯是交付标准。这是一个地上2层、地下1层的别墅，有时候你需要从B1到2层，或者从2层下 B1，还是需要用到户内电梯的。平时更多走旋转楼梯就好啊。里边我们看，从这个角度是不是挺有别墅的那种 feel 的？来，我们来看看餐厅和厨房的部分。哇，我们看看这厨房，大家觉得怎么样？别墅的厨房就应该是这样的，有漂亮的岛台，漂亮的橱柜。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台面。天哪！我们看这个橱柜的颜色和质感非常的高级，我喜欢这种咖色和灰色的结合。然后这边还有透明的柜体，加上这边的储物隔板，你能想象啊，把这都装满了东西，那种生活的氛围是不是就有了？然后底下这个岛台啊，它也不是摆设，它除了切菜和面之外，我们看还有一个电磁炉，底下还有很多的储物空间，整个岛台就非常的能装。转过来依旧是台盆和一大面的台面可用，侧面呢还有一整面的电气墙，有这个蒸烤箱一体，再加上2个单开门的冰箱，组成一个双开门。哇，大家懂了吧？真正的别墅厨房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做饭的时候啊，甚至不用关这个门口的推拉门，因为油烟啊都走不了那么远。厨房和餐厅之间还有一个工位，我们看里边有马桶和台盆。出来餐厅，你会发现这个餐厅真的非常的亮，非常的亮。它两面采光，在一个安静的位置，然后对着家里的私家庭院，非常棒的一个餐厅。在这吃饭都感觉心情会更好。旁边就是一个独立的老人房。我们看1层的套房还是一个南向的，它的面积加卫生间足有20个平方，这才像话。说实话，别墅的1层就应该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房间，无论你安排住谁。啊，忘了说了，整个1层的空间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它足有230个平方，层高都是3.3米的。好，我们去看看2层，走这个漂亮的旋转楼梯上楼，哎，它还有一个感应灯能自动亮起。走上来，我们看到一个中厅，这边还有一个门，出去还有一个露台。这露台的面积没得说吧，来点花花草草。忘了说了，这套房子一共有3个露台。这2层有170平米，有3个房间、3个卫生间、3居3套房，还有3个露台。我们去看北侧第1个套房。北侧第1个套房，嚯，看见没有？这是它不算大的一个房间了。套房开了3个窗户，在这儿能看见邻居家的院子，这家的院子也非常的大。往外走，我们看这个套间的尺度真的不小，而且它这个卫生间非常的夸张，作为一个次卧套。接着来，我们来看这边的一个房间，哇，这个房间给人的第一印象感觉更好啊。这个空间尺度大家感受一下，关键是它有自己的写字台、自己的衣帽间、卫生间，尺度大家感受一下。最重要的，这是什么？外边还有一个如此洋气的露台，能够走出去。看看这露台。非常大的面积和洋气的栏杆，同志们怎么样？这就叫有天有地的生活。最后，我们来看看主卧。在进主卧之前，中间还有一个家庭室，这个挂画真的很有细节，好评。家庭室的门口是这种大量木饰面的装饰，这边还做了一个书柜，没有布置，你可以自由发挥。这套房子其实除了白墙和壁布之外，很多的木饰面都是这种很大地的原木色。加上一点橄榄色啊，这种颜色和质感，大家是不是喜欢呢？来看主卧的双开门，我们进去，这就是主卧啦。这主卧再聊面积，是不是就有点俗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南向的大房间啊，大1居，有1室1厅，这边是一露台，然后这边还有1个衣帽间、2个衣帽间，1个大的卫生间。
我们到这边看，它是一个南向的朝向啊，这边能看到自己外边长条的一字形露台。往外走能看到露台的入口在床的另一侧，然后转过来这边还有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衣帽间的底下有一个大大的岛，两边有充足的巨型的收纳。里边主卧套的卫生间，我们看至少10几个平方，只多不少。独立的马桶间，独立的淋浴房，椭圆形的浴缸，四面不靠墙，双台盆，而且2个台盆离得巨远。这么大的卫生间，它就根本不用做储物了。我们看这个镜，只做镜子，不做镜柜，全是造型。这就是2层170平3间房3套间3个露台，3米3的层高。就是这样，我们去看 B1。咱们在下 B1之前啊，介绍一下玉汤山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占地1200亩，等效80万平米。注意啊，光地就80万平米，容积率0.36，都是像这种独立的大 house，664户，每一户占地最小1亩，最大的3亩，院子最大的呀有1500平，全都是地上2层，地下1层的规制，而且单层的面积大，每一层都是200多平。大汤山、小汤山环抱，有独立的温泉入户，因为这边以前就是皇家温泉行宫的原址。园区里有山，有大湖，还有樱花大道。开发商是天时地产，物业也是自持，物业费9块，只收地上2层房本的面积。我们坐直梯下 B1，B1 一下来就到了交通河，能看到漂亮的旋转楼梯从上面旋下来。底下有空间，还能放一个非常大的石膏的石狮子的雕塑装置，非常的吸睛，1比1的。这边还有一个水晶火焰的艺术雕塑，这个 B1空间大，就是能折腾。转过来就是地下的客厅了，然后这边能看到一个艺术画廊啊，这个是自然光啊，上面是这个采光景，能看到3种漂亮的动物。过来，其实这个画廊你还可以装扮。直到这边，这是一个弧形的，这边还能转出来，回来就又到了中间的客厅。我们看到那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壁炉。穿过中间的客厅，刚才忘了看了，这客厅的上面还是一个不规则的弧形的吊顶，这边也是，中间穿过一个品酒室，这边是品酒桌，这边是酒架。再过来之后，这边你看见哇，到了一个阳光地下室，这边是德州。这边是瑜伽，天哪！如果不是我告诉你，你能猜得到这是地下室吗？3排的采光的通风窗，电动能够打开，能够通风换气。说白了，你在这边比 BQ 啊、烤串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最后，我们看另一边是玉汤山这个小区最精髓的一面，独立的私家入户的温泉。玉汤山的每一套别墅都是独立的私家温泉入户，并且装修在 B1还送你一个独家这么大的泡汤池。只要你愿意啊，入住后你随时随地，看见没有，一拧，温泉，怎么样，同志们？这么大的泡汤池如何？这个温泉啊是100%保真的，因为小汤山以前就是皇家御用的温泉行宫，所以它这儿的温泉呀不是烧的，是天然的。您入住后可以随时随地享用，是不是还挺那啥的？咱不泡，咱先给它关了啊。然后这边当你泡的热气腾腾的时候，这边还有一个休憩的卡座，真的是非常合适。上面采光景，有通风的窗户，真的是装修就整成这样，刚刚好。这边我们看，甚至还有一个自己家私人的桑拿房，你受不了。泡汤坐着，桑拿一条龙，这边还有淋浴，怎么样，同志们？一个纯的私家的温泉会馆就这么诞生了。这套660平的大 house 看完了，怎么样？觉得还行吧？感谢天时地产促成了本次 room tour， 把这套本来离大家生活挺远的一套房带到了大家的面前。同时啊，这套房在卖，跟这套户型差不多的别的户型还有很多套在卖，都是精装修带院子大 house。
希望这条视频带给大家一些思考。假设咱万一未来发达了、有钱了，是买城里的大平层，还是来这套郊区的大 house？ 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OK， 我石原奋斗者都能住得更好的泰哥，无论是大平层还是大 house， 咱们下期见。